报岛。大家好，我是小王。开普敦被称为最值得去的旅游胜地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当你身在其中，就能感受到其美丽的风景、多彩的人文、有趣的动物。海豹岛企鹅湾就是开普敦的标志一举景区。在豪特湾上的小岛，就是长长的这些礁石，不起眼的礁石，躺了数不清的海豹，没办法算。坐船来到这25分钟，你在看到这上界逮住人的非洲海豹，在这每天都有一大堆人来看它。你想想看，这是你很多时候想象不到的。谁能够想象以前你哥花那么多钱来看海豹啊？如果在30-40年前啊，很多人会觉得哇，你在想什么？在30-40年后，很多人会告诉你，这个人有品味，这个人了解生活，这个人文化水平非常高。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啊？特别在哪呢？以前的人为了3餐，哪有知道什么叫生活品质，什么叫做旅游，什么叫做环保？没有人知道。当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会让人深刻深层地去了解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环保，我们要爱护地球，我们要充实自己，我们要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人家。30-40年前吃到饱的餐厅呢，我们非啃到饱不可，就算吃不完也要撑着肚子出去啊。30-40年后，谁还在这么做？懂得的人知道，简单的饮食可能对生活更是好。人会随着时代的演变，你的眼光，然后呢，你的思考，你的水准慢慢改变，慢慢提升。我们来到南非开普敦附近的福尔斯湾的一个小岛，离岸边5公里多，叫希尔岛啊。很多人叫它 Sail、Island、海狮岛、海豹岛等等都有。你知道，在这儿全岛由开普敦的花岗岩构成啊，在这儿曾经在2战期间装有雷达，再怎么扫这附近，看这个船的底下，跑到船底下看。所有的人对于船上的小朋友充满了好奇，这些黑人的头发怎么整理，怎么梳，怎么绑，怎么来，到底怎么用？每一个都跟水管一样，又粗又硬的，他们到底怎么用？大家都非常的好奇。从船上下来离开之后，我们前往开普敦的另外一个地方。开普敦，南非的第2大城，而开普敦这个地方，当然它也是由白人当时的欧洲人来去开创出来的。当然，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气候各方面而能够产出的葡萄酒啊，有华人的地方跟有洋人的地方，
开拓出来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的种植的葡萄树，这里的葡萄不是吃的，而是拿来酿酒用的。所以在这欧洲人的足迹当中，就可以看到欧洲人初来乍到南非的时候，想念家乡的味道，带了一些葡萄的种子，把葡萄种在这块土地上，没想到气候温暖，葡萄长得特别的好。这里一片白玫瑰，好漂亮。是从葡萄牙进口的。我刚说了这里的。恭喜西班牙、葡萄牙航海大出发，开拓了南非的很多的地方。所以开普敦待会儿我们会去到一个叫做好望角历史著名的地方，对吧？在我们回来看得到这个康斯坦夏葡萄酒庄，具有历史的开普敦荷兰式的建筑，是南非最古老的制酒中心。我们来这不酗酒，来这不畅饮，来这品尝。你开心，你带一瓶酒；你如果不喝酒，那喝其他的。那如果呢，你不带走，你只想当场品尝，那更是 OK 的。西元1685年呢，当时酿造出来的第一瓶酒送给了当时的开普敦总督啊，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称为国有实验酒园。各位，你们面前一人也靠一组酒啊，就对着这一组。对了，然后也可以了啊，然后。有把我们的 Amy 在前面呢帮忙充当的翻译，帮忙的介绍的酒，你看不喝酒的就喝 soda 或者是喝 Coke， 放那杯你们心面呢。好，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用的这第一款，它有点粉红色的，大家都知道了啊，它是怎么做的？红葡萄皮发酵到半过程拿出来以后，这个酒庄这个粉红色的酒，它是属于白葡萄酒的一类。OK， 来，好。今年是18年啊，是17年的酒啊。Okay, so this wine is made from 2 grapes, Cabernet Sauvignon and Merlot, grapes, for 4 hours, and then they remove the skin so the wine drips. This gives the wine a pink color. 它是红葡萄皮在那个酒里面呢放了4个小时，然后这个摇要有一个动作也在熊多烂了，熊多烂了，变珍珠奶茶，有泡泡之外还洒出来了。我们除了酒庄外面看得到两旁种植的都是什么？都是葡萄树。南非是品酒新世界新兴的崛起在我们里面呢，酒庄里面呢品尝了不同的红、白酒，酒的颜色不同，也代表了用了不一样的葡萄，红葡萄或绿葡萄。但真正的区别在于酿酒方式的有所不同，一种有葡萄皮儿，一种没有葡萄皮儿所以这是白酒、红酒的区别。喝葡萄酒，光线下观察色、香、味含在嘴巴。还有，我不是品酒专家，但基本上大家都会跟着这么做喝酒的听说就会变专家喝更多，喝更久，听说会变成酒鬼。来，我们现在呢？离开了酒庄，我们也进得到了开普敦。当然，开普敦最棒的就是海岸线海滩我们就在这吃龙虾、海鲜大拼盘我发现现在人特别养生没讲假咖巴嘟嘟吐掉不会就是适可而止，适量的去吃是很棒的司机呢，也就是白人的后代在南非很多的白人后代留了下来，所以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老外都是2代、3代移民
哎呦，这是什么？这是小蛇啊，小蛇。南非的野生动物多啦，多到你也不知道怎么说。那我们现在还没真正进入野生动物的天堂，光这一路上看到的景色呢，就着实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啊！沿路上各式各样充满非洲特色的欧米亚给，看看这个墙上挂的这个电网，这些电网呢，就是防止宵小跑到你家。南非，我们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聊啊。南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贫富悬殊很大的地方，尤其是南非这一块土地呢，它跟着所有欧洲贫穷的国家在边界上有接壤，很多非洲比较贫穷的人就进入到这个国家，使得这个国家的贫富悬殊差异很大。我前面有讲到，他不进来你的国家，可能就死在他的国家，他宁可来南非当乞丐，也不愿意回他的国家，使得就架了很多的电网。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就是呢，你不架那些电网啊，怕这些宵小跑到你家去，所以只要你家稍微有钱一点的你的豪宅外面一定得架电网。我们这个时候来看到的非洲企鹅，有一些非洲企鹅正在换毛啊。很多人不知道非洲也可以看企鹅，甚至很多人可能看过很多次的企鹅了，对不对？但当你上到开普敦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当你去看到这些企鹅的时候，第一个你会讶异到什么？讶异到这里的企鹅野生环境给予的环境之棒，这里的企鹅富士即是，到处数量之多。这里是一个可以看企鹅的地方，非常多的企鹅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来找找在南非的企鹅。这是西蒙镇野生企鹅保护区，可以近距离的去跟野生企鹅接触啊。这个地方它也是观赏企鹅最佳的地方，身在其中，你才能够感受到南非它的美丽的风采、人文，还有我觉得最特别的什么野生动物之旅。我觉得这也是来非洲让人最感刺激的地方。很多人都看过在动物园被关起来的企鹅，只能远观，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企鹅又是这么大数量的企鹅的时候，哇！非洲很多人说非洲也是有企鹅的，当然了，非洲当然有企鹅了。而非洲的这些企鹅呢，叫做黑脚企鹅，每一个人好像脚上穿的袜子一样，又名非洲企鹅、斑嘴环企鹅，这些都是在这个地方的种类啊。生活在非洲西南岸的企鹅，它在附近的很多的岛屿上面都有族群。而来1980年代以来，
黑脚企鹅族群开始扩展至开普敦的这一块地方，因为当时的掠食者慢慢变少。其实大自然的气候变化很大，整个大环境呢有所变化。有的地方呢动物开始绝种了，而有的地方呢却慢慢的种类多了，因为它的天敌变少了。在博尔德斯海滩的黑脚企鹅就容许我们靠近，来看看黑脚企鹅。那么呢，最常见的是狒狒啊，所以呢，这个点我们进去的是它晚餐的，很有可能看到他们是抢。著名的好望角，在好望角的吸引之下，生态保护区更变成了我们要前进的地方。海滩、动植物、公路还不错，夕阳，来到角塔，来到两洋交汇，大西洋跟印度洋。那在这可以看得到野生动物哦，这些野生动物呢，有一些什么土拨鼠啦，斑马啦，好一点的就是狒狒啦，有没有？狒狒在路边啊，鸵鸟啦，200多种的鸟类啊，原生植物、动植物啊，处处都是 surprise。南非开普敦好望角，企鹅、海豹、野生动物，再来去看看最著名的好望角。那好望角又在哪里？我们坐缆车上去看看。你小看这个缆车啊，我告诉你啊，来到南非啊，其实时间呢也是很赶的啊。为什么？因为路程比较远。我们在好望角，好望角在南非西南部的一个地方，它曾经是前往欧亚之间非常著名的一个点，这个点你非来不可。在好望角位于大西洋跟印度洋的汇合之处，所以在轰加讨强劲的西风急流掀起的惊涛骇浪长年不断。我只是把声音缩小了，不然来到这个地方，它的声音啊，风声很大声啊，收啊，常常都是现在轰轰轰轰轰的这声音啊。那在这儿常常有所谓的，他们当地人叫做杀人浪啊，我们叫做什么？类似像风滚浪这种海浪啊，宛如这个悬崖峭壁啊，后部呢徐徐的山坡哦，它当下呢那砰几下呢，忽然这样的焰开啊，冬季非常频繁的出现，还有这里有极地风引起的旋转浪，那这两种极地涡旋呢所兴起的这个旋转浪啊，还有我前面所讲的这种杀人浪啊。这种冬季时间呢，两种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海况非常非常非常的恶劣啊。这里有很强劲的沿岸流，当浪与流交汇的时候，海浪又与洋流交汇的时候，这里的海面啊，就像煮熟的开水一样翻滚啊。
航行到这里的船只啊，在以前造价差不多7倍价额，所以它被誉为全世界最危险的航海地段。我们坐上了缆车，看看这好望角这个两洋之间相接之处，这里的风浪有没有？被光在桃景那个小岛，都有点雾雾的，那个都是刮起来的风浪。在南半球中纬度的地带，只有非洲的好望角好望角的终年狂风巨浪怎么样形成？好望角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非洲的好望角，南美洲还有一个叫何恩角，以及澳大利亚的沿岸跟纽西兰的南岛，这里几乎被三大洋的南部海域所环绕，形成一个封闭的水圈。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什么？南大洋。南半球中纬度地带终年西风一直吹，风暴非常的频繁，夏季也是西风的咆哮时期，冬季更不用说了。所以常年的西风把海水呢驯服的环绕地球，由海水由西向东奔驰，形成了著名的西风漂流。1486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率领探险队从里斯本出发，寻找当时的黄金之国航道。当船行驶到大西洋跟印度洋的汇合之处的水域时，顿时海面上狂风大作，惊涛骇浪，整个船队几乎遭到吞没。最后巨浪把船推到一个未知名的夹角之上，这个舰队幸免于难。迪亚斯就将此地命名为风暴角。在1497年的11月份之后，另外一个探险家，他叫做达伽马率领的舰队，沿着好望角成功的进入了印度洋，满载黄金。丝绸回到葡萄牙，国王约翰2世于是将风暴角改为叫做好望角。从此，好望角成为了欧洲人进入印度洋的海岸路线指标。以1500年，西元1500年，好望角之父迪亚斯在行进好望角的时候，就死在这个地方。这地方的风浪之可怕，之特别。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沿岸呢，都是这些海带，这些水管型的海带，上面的候鸟成群列队的呈现这样子一字形、二字形的飞行方式，真的很特别哦。尤其是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得到这些巨无霸的水管海带，这些海带长怎么样？在南美的好望角，你可以看得到海带的真面目啊。那这里目前正跟日本人在开发当中啊。为什么？海带很多啊这些海带呢，就你看亚洲跟日本人啊，我们台湾人是香港都很爱什么？很爱吃海带啊。而这些天然的海带呢，很大很大的一片，跟昆布也是一样的整个呢就在沿岸。南非人是不吃海带的，那对我们来讲是资源的浪费。对日本人来讲，怎么可能你不吃海带呢？好望角上面的海滩到处都是长得很粗很老的这些海带，对他们来讲，对日本人来讲，简直是极品这不开发太可惜了。所以日本人呢就来到这个地方，形成了这样子的场景。这些天然的环境导致成这些，你看这沿岸这个海浪都算是大的，海带呢充斥了整个海岸旁边呢，这些天然特色的奇景呢，也是你要来到南非好望角你才可以看得到的。
除了鸟要入境啊，我们连海带也要抓一把上来啊，看看这边特殊的海带啊，这些奇景，这些自然环境。那19世纪在海外有获取大量殖民地的英国人看到了掌握好望角控制海权的重要性啊，随即进入南非，取代了荷兰人。在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之前的300多年的时间，好望角的航路成为欧洲人前往东方的唯一的海上要道。你看看多可怕！所以以前的欧洲人呢，10艘船出去，看有2、3艘能够到就不得了了。而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这一条航线路虽然慢慢减弱，但是仍是欧洲、亚洲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通道。一些巨型的游轮还是从这个地方来绕道。据传，在好望角的南非人士，当地的人在说，现在每年能有3、4万艘巨轮通过好望角，西欧进口石油的2/3，战略原料70%，粮食的1/4，都还是要经过这个险恶的海面沟。这是我们来到了好望角自然生态保护区所看到、所了解到。夕阳余晖之下，我们离开开普敦好望角，前往机场。我们准备飞往下一个南非第1大城，它是哪里？约翰尼斯堡。我们前往约翰尼斯堡。来，这一次我们的南非另外一个惊奇之旅哦。其实我们第1天转机就有来过这边了。现在我们一抵达之后呢，马上前往我们的约翰尼斯堡旅游吗？不，我们先从约翰尼斯堡前往我们要前进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南非约翰尼斯堡是南非最大的一个商城，人口超过了440万。而也是最大的城市经济文化中心，是南非首屈一指的首府。很多人把它简称叫做约堡，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50个城市之一。我个人觉得南非约翰尼斯堡拥有非常强烈的当地城市特色。虽然约翰尼斯堡不是南非3个首都城市之一，但它的宪法法院的所在地，这个城市富含矿物的维瓦特西兰山脉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和钻石贸易中心，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特兰斯瓦尔园。那这是全球化世界最出名的城市之一，也是南非算是经济比较好的地方。现在都会做这种好像相框一样的，然后把人带走的相框拍起来，也就是代表什么？黄色框框里面那一张就有个风景图案照片一般。所以呢，咱所有的朋友啊、主角啊，我们就赶快上来这上面了，赶快拍上一张照片啊！我们今天在这儿用午餐，午餐的后面呢，就是最自然的原生动物园啊，圈养的。在这动物上面呢，很多啊，犀牛啊、鹿啊等等啊，羚羊啊，都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啊，圈养的。但是你也要拥有这么大片的草坪啊，让它去圈养。南非哦，食上济是肉啊，逐块肉拢足大块吼，这个肉呢，真特殊啊，真厉害啊哈！食得了无啊？不管啦哈，嗑落就对啊哈。有当时吃不了哈，我们可能就一开始哈，其实我们到每一个国家去哈，有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当你第一餐在吃的时候，你发现你数量过多，其实你就可以稍微去了解这个国家的饮食特色文化是什么。一来每一份都大盘啊，很多量啊，那我们可能在往后的几天就可以稍微节制，不要吃那么多啊，或者甚至说呢，2个人吃一份啊。
很多人说，那么讲可以给我们偏去，这不是给我们偏的问题。有的人会认为是说，哎呀，我两个加几根高卡秀，不是这样啊，而是呢，它可以确保食物的不要浪费。真的啊，我觉得呢，商家虽然你去做消费，商家每一个人都给一个巨型牛排，但是如果当你一开始你已经发现这里的食物提供都是这么大份吃不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那我们不要浪费食物，对吧？因为旅行社在安排的时候，一定是安排每一个人一份嘛。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食量不同吃不完我们就别浪费，对不对？因为很多人没饭吃啊，那吃得完当然了，你就把它消化完毕，对不对？现在我们来到了克鲁格国家公园，不多说，我们坐上吉普车，准备我们这一趟最精彩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啊！走，我们准备开始我们今天最精彩的克鲁格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之旅。我们刚刚那个棚子盖起来，今晚那个篷布打开来，准备最近距离的接触野生非洲大陆的动物。